大家好，我是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的《岂有此理》。因为呢，这个快要过年了哈，可是呢，我们看到在政坛上面仍然纷扰不断，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现在的政坛的这些风云变化。欢迎右昌。时琪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在政坛上面，当然除了柯文哲的案件很纷扰之外，另外当然就是立法院。我想问的就是说，先从立法院的表现开始谈起，因为蓝白联手这个通过了很多个法案，在民进党执政党的眼中就觉得这个有点窒碍难行啦，没有办法啦。好，那可是比拳头比不过人家，比人头也比不过人家，所以民进党是不是陷入了一种不断轮回的失败的状态当中？这个对于支持者的信心来说，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消磨。我觉得，其实现在整个国会的一个状况从今年的4月份、5月份开始，大家去年啊，对不起，去年已经刚过完年，对，刚跨年，对，去年4、5月开始那从那个时候，傅昆萁去中国回来之后，开始推这个滥权违宪的一个法案。这个当然他们号称是所谓的改革法案，不过大家都了解，国民党现在大家都在讲反话。其实他讲改革其实是反改革。那他讲这个符合宪法，实际上是违宪，到最后宪法法庭也判，几乎全部都是违宪。那在后来这一次呢，大概就是傅昆萁夫妇去了香港。回来之后，又搞了这个2修3法，包括选罢法、财划法跟宪诉法，所以当然支持者或者包括这个我们公民社会很多的理性的公民，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在蓝白这样子恶搞，所以大家当然很愤怒，而且也这个准备动北调。对所以当然，这个包括之前的青鸟，或者说包括最近在立法院的一个集结，甚至很多的公民团体，还有包括这个民众自主性发起一些所谓罢免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不过，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的程序是非常的重要。那大家当然也会想说，哇，这么可恶以暴制暴对啊，要打就来打那来互相伤害啊！对不过这种事情是真的想伤害的人他会去干，但是守护民主、守护台湾的民进党或者执政党，我们就不能这样子做。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这一次最大的一个争议，其实是在内政委员会。其实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国民党在内政委员会，他把这个红楼的2头把它堵住，对不对然后那个让记者、让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甚至包括媒体，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内委会的会议室里面去开会，结果国民党自己关起门来一党修法，才造成这一次这么大的一个争议跟冲突。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讲说，这个国民党这么可恶对不对？那民进党也有很多的招委那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的委员会如法炮制那这样不就好了吗？可以报复可是说实在，如果民进党真的这样子干的时候，其实就是跟着国民党一样去破坏了、伤害了台湾的民主的这个制度，还有包括这个立法院里面运作的这个规则。那以后民进党也没有那个道德的正当性去指责或者是去批评国民党说，你这样子做是这个违法乱纪，而且毁宪，破坏这个宪政，还有包括立法的一个秩序。所以民进党没招啦，就只能接受。我觉得倒不要这样子讲，因为民主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手段，还有方法。其实现在总统还有包括行政院正在努力的做一切的可能的一个救济的行动。那所以包括这个我们的行政部门，大家不要忘记了还有行政院。现在立法院当然是在冲突，但台湾是一个宪政的一个各自有各自的宪政的权利。好，所以大家也知道，行政院现在在准备要提复议。好，那总统是作为更高的在宪政机关的更高的一个这个领导跟这个协调守护者的一个角色。好，所以这个民主有民主的一个程序，宪政有宪政的程序，这一点很重要。
那如果大家都不守民主的程序，就是说啊，国民党、民众党可以这样子恶搞，那我们也来这样子干的话，那说实在，从这个解严之后，台湾30-40年好不容易累积的民主的基础，可能就会在这样子互相毁灭、互相破坏民主制度的状况之下，产生更大的。佑昌，我的疑问是说，因为现在很多绿营的支持者或者很多民众就不知道方向感，也就是说，赖总统跟行政院长没有把可运用的方式清楚地告诉这个社会，因为这些方法、这些手段都必须要进行沟通。譬如说要提复议，好啦，那我们再往下一步，如果提复议，一定又被否决啊，行政院啊，你完蛋了，你提复议也不会成功啊，可是他们也不会倒戈啊。那所以就呈现了一个两院之间的更紧张的对立状态。以后行政院任何法案都不用想过啦。不过其实我觉得倒不是这样子。也许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视或者是说政论的这个评论的角度来讲，可能是可以这样子谈或者这样子想。但不过时期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行政院提复议，那执政党就讲说啊，反正复议不会过，那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因为比人头比拳头都输啊。这个我们倒不要这样子去想，就是说今天你让行政院把复议的这个动作，还有包括它的一个程序，行政院会去做相关的一个论述，他也会提出这个复议的这个理由，而且复议之后呢，行政院长还要去立法院做报告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所以这个是一个既定的一个宪政的一个程序，你让它走完。那如果真的是复议，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同样的联手，又去把复议否决的话，那社会老百姓大家会看得到，大家也会去这个了解到这个过程。但是现在行政院才要提复议，那执政党自己就讲说啊，反正复议不会过，好，所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其实在逻辑上面，还有包括在这个程序上面是有一点汉格的。所以当然各种的一个策略跟方案，这个幕僚的单位大家一定会有推演，包括在合法合宪的这个程序里面，这个一定会有推演。所以可不可以直接讲说，对，第一提复议，第二提释宪？但是刚刚在讲嘛，今天行政院正要提这个复议，所以你去把后面说反正复议不会过，然后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怎样？其实这个在第一个，这个也不是一个非常尊重这个所谓民主程序的一种做法。可是这是在政治作战必须考虑的沙盘推演。不是沙盘推演一定会有，但是你不能现在把你后续可能要做的这个动作或者规划要做的动作，你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先讲出来。不同的这个身份或者不同的角色，也许他可以去谈，但是可能站在府院或者包括党的这个角度，其实此时此刻这个时间点上，在行政院要提出复议之前，真的不适合先去讲这个事情。所以你们跟这个社会的对话，或者是跟这个支持者的对话当中，只能确保第一件事情提复议，就只到这边为止。刚刚在讲，包括我们党团当然现在因为国民党他有这个怎么样政治的操作嘛，两个已经通过这个的法案，对啊，他就是故意不送出来啊，对啊。可是这个事情就是让社会上大家看到，到底谁在恶搞，到底谁在操弄政治，到底谁在机关算尽。那我必须要讲的是，当然现在政党的对立，其实还蛮严重的，不过我们其实也是发现。即便是这么对立严重的一个状况之下，蓝跟白的支持者，大概还有大概25%到35%的这个支持者，基本上他是理性的，也就是他会因为不同的一个议题，他还是某种程度他也会认同支持这个执政党。或者是包括这个府院，就是你们从民调上解读出来的。这个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历次的一个民调，其实都可以观察到，所以并不是所谓的蓝白的支持者或者选民，他就完全是非理性的。其实还是有一个比例，大概25%到35%左右，
好，它是可以因为不同的一个议题，它还是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跟想，它也不会完全跟着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的诉求跟主张而走。那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没有政党倾向的中间选民，这个是这个执政的团队或者民进党，我们在做议题的一个论述上面要去特别去争取的对象，因为中间选民他平常没有那么关心政治的议题，他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了生活。那刚刚你提到的这个非常这个冲突性很高、对立性很高这个支持者的一个诉求，这个当然很重要。但刚刚在讲这个整个的一个社会面，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整个民主程序宪政机关的这个秩序，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去这个思考跟去兼顾的部分。所以可不可以讲说，在1月休会以前，完整的这些过了的法案，然后行政院会在1月底的时候提出复议？这个当然是要看，也要看立法院。这个其实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那刚刚在讲，现在只有一个法案送到了行政院，所以行政院针对那一部分提出复议。所以，那释宪的部分呢？譬如说宪诉法，那你就必须他要送进来，他才有办法。所以我才说走后续的宪政的程序。在1月休会之前，预计啦，我是预计在1月立法院休会之前，应该所有的法案都要包一包送出去了吧？这要看立法院。好，要看韩国瑜院长他要不要把这个已经通过的法案送到行政院。他如果把这个已经通过的法案送到了行政院，行政院才可以采取，或者包括总统府才可以采取下一个宪政上的一个这个救济的一个手段。所以现在尽管很多的支持者的情绪已经很高涨，而柯建铭出了一个招，双罢，罢你院长，罢你所有蓝的这个区域立委41席，那这会是一个出路吗？我想其实大家很生气啦，很气愤。其实从去年的4、5月开始，大家都觉得国民党或者说蓝白在恶搞嘛。那这个立法院长应该是一个中立主持议事的一个角色。好，不过从民众的一个角度看起来似乎不是。似乎不是那么的一个完全。傅昆萁不是院长吗？我以为傅昆萁比较像院长。是。可是，罢院长这件事情，对难度也很高。但是柯建铭的讲法是说，如果现在不罢免他的话，民进党就可以关门。他认为是一个态度上面的表达啦。那不只是要罢韩国瑜，还要罢区域立委。那党团跟府院党之间有讨论过这个话题吗？其实罢免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个具体的去做讨论，好，所以当然党团在第一线作战，那这个总召或者包括个别的委员他们的意见我们都尊重，不过刚刚特别提到，我们可能也要思考一些事情，好，就是说我们的敌人或者说我们的面对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只是蓝白，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共的一个威胁。那对中共来讲，其实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他最好？真的要打台湾要武力攻打台湾，说实在不是那么容易。只要台湾内部是团结，要武力侵犯台湾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过中国或者中共，它其实最擅长的一个手段就是由内部来做这个渗透跟分化。那台湾最宝贵的一个价值是什么？其实就是民主。那民主最重要的其实是程序，还有法治。那如果程序跟法治被破坏了，那民主的信任感、信任度其实也会下降，也会降低。那所以现在的现状就是已经被蓝白破坏了，不是吗？不过如果要破坏民主，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民主来破坏民主。我跟你讲，这就是赖清德总统讲的，但是其实没有人听得懂他的具体的做法是什么。这也是他被很多人抱怨的一个没有展现领导力的原因。而赖清德作为总统以及民进党的党主席，就是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所以具体的做法是什么？什么叫做更大的民主？告诉我。
方法是什么？我认为只要有方法，一定可以有非常多的人这个愿意跟随。不过我刚刚其实已经讲过，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民主的程序嘛。复议是一个民主的程序，不是投票才是民主的程序。其实行政院的复议，还有包括这个释宪，这个都是宪法，都是民主的程序之一。那当然有人在讲说直接的民权，就是所谓的罢免，或者是甚至是这个公投。但是那个都是最后的一个手段，而且那个是属于人民权利的一部分。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现在为什么立法院在修所谓的选罢法？民进党从头到尾反对到底。因为蓝白两党在修选罢法，影响到人民，限缩人民权益，这个也是为什么一直要跟很多的民众来提，因为很复杂又很难懂。可是它直接侵犯了老百姓的权益。对，第一个就是提高门槛嘛。对。那很多人就讲这个我选举不是应该是不记名投票吗？结果我要罢免的时候，是不是变成要记名？这不是也很怪吗？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那个选票加一的问题。那所以民进党是从头反对到尾。那不过我觉得国民党也很会选议题，怎么选议题法？他就选那种很难懂的。然后这个民众很难理解，然后去关心，这个他也不晓得，他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不晓得你在吵什么。可是他就会变成是说，因为你漠视，或者是你没那么关心，没那么理解，他稀里糊涂就弄过去了。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守得那么辛苦的地方。所以不断的在要呼吁让民众能够了解，说民进党在守护的是大家的权益。那大家应该要更勇敢的，或者是说更主动积极的来支持民进党的一个诉求。所以这也是今天为什么特别要拜托大家，关心现在正在立法院发生的事情，然后给民进党更多的一个支持。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读？就是说现在民进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它要守护的是民主、法治以及程序正义的问题，所以呢，目前可确定的是行政院会提复议，然后接下来有可能会提释宪。那如果穷尽了这些方式，仍然没有办法达到你们原先设定守护这个人民权益的目标的时候，罢免或者是公投是接下来第二阶段可能会采取的方式吗？刚刚在讲，这些都是公民的权益，不是政党的权利。所以政党并不会主动发动接下来可能的罢免及公投。接下来社会的一个氛围，还有包括这个，其实这是辩证，或者说这是变动的一个关系。这个其实说实在，这个要看蓝白到底继续在国会里面他们会怎么个恶搞法。那所以可能会用，但是要看情况。先下那个思琪不要这样子刻意的去框一个标。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大家很慎重的去理解它。那赖清德总统在他上任到现在，他在民众的一个信任度跟满意度，其实基本上是还都蛮高的，大概都维持在54%到58%左右。这表示说，人民不管蓝绿党派是信任赖总统的一个领导。那刚刚在讲台湾最宝贵的这个价值，其实就是民主的一个制度。有一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听过，就是那个所罗门王的故事，有没有？那个说一个小孩子，两个妈妈在那边争说，谁比较这个小孩子是谁的？那最后那个所罗门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要把那个小孩杀掉，就说一人一半，一人一半，你拿一半，一人一半。好，既然没办法分辨，就一人一半。那真的那个妈妈，那个母亲就说：“好吧，那我放弃了。”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讲，今天国民党蓝白他可以恶搞，他可以随意的去弄，然后把大家弄得很气愤。可是今天大家也要想一想，我说如果这个也要小心，这个是不是一个陷阱？也就是让台湾用民主相互攻击，让制造更多的一个仇恨，
然后制造更多的社会的这个对立，这个是谁要的？其实这个是中共要的，所以大家在碰到的这个现在的一个状况，为什么赖总统他说要用更大的一个民主来解决民主的一个争端，就是在这边。那程序很重要，我们当然也可以用暴力，所谓的这个暴力的一个手段很爽，一时之间可能大家都对不对？这个得到一个出口，或者这个怨气得到一个解放，但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团结，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应付或者对付现在中国在各方面给台湾所施展的这些压力。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用民主去修复民主，可是手段一样重要。所以你要用什么手段这件事情，其实是所以能不能够有效作为执政党统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是台湾在从解严到我们民主化的过程里面，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时间点，我们碰到的一个挑战。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这其实你如果把它想成是整个台湾社会的民主功课的话，也许这个也是民主深化的一个过程。那现在总统还有包括行政院左院长正在穷尽一切的可能跟方法，在回应或者是在这个行这个救济的一个手段。好，我想这个大家应该要对院长还有包括总统有信心。那让他们让这个宪政的一个这个它的一个程序。逐步的来走下去。那更重要，其实也在这个过程里面，让大家看到蓝白是怎么样持续的在恶搞国家。那所以柯建铭总召是冲太快吗？我想这个我没有办法去评论这个总召他的一个想法。不过刚刚讲过，这个包括我们这不会是你们采取的方式就对了。其实刚刚也说过，其实对于所谓的这个罢免，其实并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个讨论过。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就会变成？这个容易，蓝白就抓到这个点，哇！你看吧，你看府院党还没有提你老柯啊，老柯要休息了，太老了啦。甚至有一些，这个标根本就错，他也不算什么挺绿学者，反正就是有人认为说政治判断有问题。哎呦，其实我跟你讲。不是就见缝插针的，这个在野党或者蓝白两党，他一定是有什么他就一定见缝插针嘛。就算没有这个课题的话，他也会找其他的题见缝插针嘛。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操作跟斗争嘛。所以，不过我刚刚还是重复在提到的，就是这一两天其实大家会看到行政院已经采取了相关的一个复议的一个手段嘛。那院长接下来如果复议提了。接下来院长就要到立法院去做这个复议的一个报告，我相信到时候院长也会讲得很清楚。总统有一个宪法上面的权利叫做院际协调，他有考虑要使用这个权利，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进行院际的调解。其实就包括这个复议这个手段。好，或者说这样子一个程序，假设被否决之后，我可以开始做这件事了。那个可能是一个时间点，对，那可能是一个时间，因为行政院已经穷尽了他可能的宪政上面的手段，而无法达到院际之间的一个协调的话，这个时候也就是说立法跟行政没有办法有效协调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当然。总统作为一个更高位的一个宪政的一个角色，这个时候才会比较有这个空间跟正当性。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行政院会提出复议，那结果是如何不知道，但是呢，原则上可预见的是应该不会提倒阁，然后解散国会，然后这个重选。可是呢，有一些选区，有一些民间单位民间团体也已经开始发动了这个罢免的联署这件事，然后呢，你知道昨天有一个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就传照片给我看，他在现场拍，哇塞，有够踊跃，看得出来那个民间的怒气。好，可是罢免这件事情如果要成，其实是需要组织动员的，就是如果他接下来进行到投票的阶段的话，
它是需要一个有组织力的动员。那这件事情，民进党作为党的角色，会去呼应，或者是加入，或者是变成主导罢免这个行动吗？民进党从来没有去主导过罢免，所以过去都是国民党在做政治的一个操作。是啊，可是人家就说，那基隆就输了啊。所以没有，所以刚刚在讲嘛，国民党就是都讲反话嘛。他这个反正他就把这个东西做很简单的一个政治的操作，就是说你看这个罢免都是这个民进党所这个发起的。那刚刚在提到，当然是群情激愤了，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不爽要把它罢免超踊跃，对。不过罢免不是真的选举。大家必须理解，罢免要经过3个阶段，对，第1阶、第2阶，还有包括第3阶的一个投票。那你刚刚在讲的所谓的组织的一个动员，我觉得比较准确来说，应该是社会力的动员才对。因为罢免这个事情，如果单单只有某一个政党的话，它是很难通过的。大家可以理解，在上一次可能在高雄。这个所谓的韩国瑜的一个罢免，等等，其实那个也不是所谓政党的一个组织性的一个操作，其实它是因为有更大的一个社会力，包括中间选民，甚至是包括蓝白的支持者也认同的时候，这个最后的一个罢免的行动，也就是说他如果从政党的角度出发的话。在野党很容易把你抹成说，你看这个就是政党的对立，那他召唤蓝白的支持者归队，其实这种状况下，他只会刚刚在讲变成是政党之间的一个冲突，或者是政党之间的一个争斗而已。这样子其实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公民团体所发起的这一个所谓的罢免的初衷，所以。罢免案大家都理解说，它应该要有一个更大的社会力的一个支持，它最后才有可能成功。可是啊，就是说，当这个我们举几个例子，就是不管是3Q 或者是基隆的谢国良，就是国民党看起来是用组织力道在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当一方是有这个政党的组织力。一方面是民间团体，然后社会力，这个看起来就会实力悬殊，相差比较多哎。不过刚刚在提到今天像复议或者包括释宪，或者是甚至法定的罢免的时间都还没到。对，2月1号根本就还没到。所以现在暖身不是。所以实情你去想一下，我刚刚在讲，其实包括个人或者包括公民团体，或者是不是包括民意代表，因为大家的身份跟角色不太一样。可是今天不管是作为政党，或者是包括这个其他的宪政的这种角色，在复议还有包括释宪这些民主的程序还没有穷尽一切的一个方法或者手段，或者是包括刚刚在提到的。罢免的法定的时间根本就还没到，那就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反而会让在野党，他本来是这个胡搞乱搞，可是他可以因为这样子很容易把它操弄成是政治上的一种斗争你看你这个你民进党当家闹事，你看你要这个输不起搞罢免，就会让那个正当性反而弱化了。这个其实非常不利公民团体在推动的这个事情，所以刚刚在提到这个包括这些的一个程序，其实都是必须要方方面面要去思考跟顾及。可是啊，我觉得柯建铭讲的一个理由啊，我在网络上面观察，就还蛮获得这个很多人的认同，就是说你全罢，其实某种程度可以达到。国会全面改选的目标，就是少了几席，可能这个就有改选的效果。你们会认同吗？我觉得也许思琪也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所谓的全罢，
他接下来会怎么样？好，或者说所谓的权霸，他到底在政治的现实上面他到底可不可行？好，或者说他有没有可能性？这个其实都要去思考。那更重要的是接下来民进党现在总统上任，新任的总统上任，新的国会上任，其实还没有满1年呢。对。对啊。总统上任还没有满1年。总统到5月才1年。对，到今年的520才满1年，刚刚满1年。那在刚刚在讲罢免这个事情这个他如果是这种状况，它就是变成全面的对抗。那我们的行政院怎么办？我们接下来的执政怎么办？好。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方方面面要去考量。然后刚刚在讲，如果我们内部是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外部怎么样去应对？是啦，我知道中国的一个侵扰。可是问题就在于说，内部没有人要蓝白没有要跟你们团结啊。不是，所以我刚刚在讲，总统正在做一切的一个努力，包括像最近韩院长18号要去代表总统要去美国出访，要去参加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就职的一个典礼，要喝咖啡。喝不喝咖啡是一回事啦，不过我想总统作为一个宪政的一个守护者，他在尽他的一个权责跟努力。我想这一个大家应该有看到，他正在做这样的一个。可是会不会到最后有一种可能性是说，因为没有人要跟你讲武德啊？就国民党现在已经列出几个人啊，譬如说吴思瑶啦，苏巧慧、张宏陆、吴佩益这几个，我们就先罢你们几个。那如果民进党一直在这个觉得不要再升高紧张的对立气氛的话，那会不会到最后反而被罢掉的是民进党的立委，然后民进党已经人数比不上人家，又少几席了？我想其实你刚刚在提到的这个都是一种就是说推演或者说一种猜测。对啊，最坏的状况要先想好啊。但我要讲的是说，回过头来，民进党的那个本质，或者民进党要守护的那个价值到底是什么？国民党可以不仁，但民进党不能不义啊。对，他可以乱搞台湾的这种宪政，或者他可以他甚至可以把整个立法院都搞砸了，或者把它摧毁了。民进党不能这样干啊！民进党如果这样干的话，那我们跟国民党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那所以刚刚在提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不要就是说，当然这个推演到极致，大家会很焦虑。但刚刚在讲。对你一定会很焦虑嘛，因为国民党这种搞法从来没有过的，整个社会气氛都已经火快盖不住了。所以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也会让我们的社会上的理性公民大家去了解，国民党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哦，你给我选票，我的目的是要制衡民进党。”那现在大家看到的，他不是制衡，他是拿大家给他的权利，然后再扩大。无限的扩大，然后在这个甚至是背后可能有其他的一个力量，然后再摧毁台湾的一个民主的一个机制，这个要让台湾社会大家可以了解。那最重要的还是公民的力量，因为民主社会，人家讲说当家作主嘛，人民要能够判断做主，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直在说服我教习那个。我看到很多网络的那种乡民的怒火，可是我还是觉得啦，礼貌是留给值得的人啦。就是有人对你不礼貌的时候，你是何必这么的客气、温文儒雅啊？我觉得当然是这样子。你刚刚在讲说，因为大家很气愤嘛，对不对？站在个人的角度，因为你知道我主持节目的聊天室啊，哇塞，那个整个怒火要爆炸，一发不可收拾。是当然，不过越在这种时刻，其实大家可能更冷静一点，因为这个挑战不只是民进党，这个挑战其实是整个台湾的民主制度，那这一关必须要过。那刚刚在讲我们现在在宪政程序上面所走的这一切，以前都没碰过。我们以前
以前那像今年对不起，像去年的时候10月份，这个宪法法庭没有碰过吧，对不对？然后你也没有碰过那个什么违宪滥权一提那么多法案的，没碰过吧？你也没有碰过说立法院法案3读通过了，然后他临时这个国民党的2个召委行了一个这个公函一个简单的一个函给立法院院长，然后立法院院长就把它 hold 住，然后不送出立法院。所以现在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一切事情，以前都没碰过，都是第一次。所以第一次，那应该就需要有更大的政治智慧来处理它。所以赖清德邀请韩国瑜喝咖啡，派他这个去美国参加川普的就职。然后呢，你前2天也跟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一起细数政绩，仍然希望朝野2025可以合作。你们是真的这样希望吗？你们觉得这样子讲，他们这个韩国瑜会领情，国民党会领情，傅崐萁会领情吗？我觉得国民党领不领情，傅崐萁领不领情，韩国瑜领不领情是一件事情，但民进党作为执政党，这个高度我们必须要有，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也必须要有，因为总统其实一直在讲，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团结台湾。那这个对手或者说包括在野的一个政党，他们要怎么恶搞，这个就让老百姓大家自己去看在眼里，然后自己去判断。但是站在执政党或者站在总统的一个高度，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守住的。可是团结台湾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啦，就是说府院党跟党团的沟通平台到底顺不顺畅？要不然现在我觉得有很多人看起来是府院党团4肢嘛，人的4肢有点手脚不太协调，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刚刚已经提过了嘛。对啦，民意代表那个党团或者说个别委员，他们在第一线，在这个承受很多的压力，那在跟国民党在这个在守护的时候，你看国民党现在真的，我就常常讲，他现在变成帮派化，变成暴力化，而且像你讲不讲道理。打架你们都打输是怎样？不是，大家如果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记得，但是以前立法院吵架那个是大家还就是说有一点这个所谓还有一些基本的尊重跟礼貌啦。那打有时候其实是一个表态或者一个动作，不会真的打。但现在国民党很奇怪，他是打真的，他是往死里打。打那种打头，打脸，然后踹那种不应该踹的地方，这个很离谱。这个如果是在过去的话，那个包括立法院的所谓的监督的这个公民的团体，或者是包括这个民众，或者是包括政党自己，一定跳出来骂谴责嘛。你用这个暴力，而且是真的打到受伤打到有轻微脑震荡，打到受伤，然后打到这个，其实我现在还有很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现在还在复健呢，对，但是因为这个立法院它是国会啊，所以在里面的这些肢体的冲突或者动作，所谓的它常常会陷入一种所谓的免责这个题上面，对啊，所以你也很难去究责。甚至包括我们部分的委员，他有提告，对，但是他常常其实是最后是不了了之，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公正的一个真的这个所以就不能说一个一个告，每一案都告，因为看起来民进党的伤兵不少啊。他当然可以告啊，但是这个告了之后，包括这个检察体系，或者说到最后，他还是因为是在国会。所以，这个是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实际发生的一个状况。那刚刚回过头来还是讲吧，大家看了就很，对不对？很生气，很气愤。对啊，对，所以你看我们的，那你们有没有要去集体那个做训练？比如说健身房练身体，要不然就是每开一次会就伤兵一堆，然后下一次开会再伤一堆。民党没几席，51席，这样不就伤光了？所以我刚刚在讲，所谓这个以暴制暴不是好事情，所以我才说礼貌要留给值得的人嘛。对所以大家去判断这个国民党
跟这个民众党，他们值不值得大家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支持嘛？哎呦，我都一直在鼓吹暴力，不可以，主持人不可以这样，喝一口水。好，这个朝野的斗争啊、争议啊，看起来短时间之内还不太会这个消解。譬如说，有一个财政收支划分法这件事情，它的确从中央拿走了蛮多的钱，然后呢，3700多亿，对，3700多亿，然后所以它会影响到很多的这个原本中央应该要给的钱，可是现在就变得没有钱。然后另外，我觉得国民党也蓝白也蛮厉害，就是他会分众，譬如说他会针对军警的退休，这个部分我来进行修法。以后你们的退抚的这个比例就会提高，或者是说，对他们进行很多的分众，比如说老人福利法啊，65岁以上的老人你们就免缴健保了，好，年轻人帮你们缴，他这样子一群一群的讨好，看起来也是蛮有策略的。不过其实我们也有看到，他其实也阴沟里翻船嘛，好，也不是对老人福利法，也不是每一条。所以你还是要回过头来，社会，我觉得社会还是有一股理性的一个力量在。那即便是我刚刚讲过，即便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支持者里面，他还是有一定比例的公民其实是理性的。所以老人福利法就被挡下来了。老人福利法一样嘛，实际你刚刚在讲，如果今天国民党要硬干，对不对？他一样可以用这个所谓的多数暴力啊，他一样可以举人头啊，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所谓的老人福利法把它通过了。可是为什么蓝白老人福利法他不敢让它过？就是因为社会上反弹嘛，对不对？所以他还是怕什么？国民党还是怕什么？他怕选票嘛，他怕老百姓生气嘛，他怕掉选票之后2026他难选嘛，所以我跟你讲，他还是算计啦，对不对？所以刚刚一直在提到民众大家要关心好现在的事情，而且你要去发声。国民党自然他不敢乱搞，他可能不怕民进党啦，但是他怕社会公民。你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老人的福利法是一个，还有包括军人对不起，警察的这个退抚的这个所谓所得替代率要提到90%，对，要提到90%。这个也是会让整个财政破产。对，好，然后很简单，这个就是世代正义的问题。年轻的警察以后领不到钱，对，那你国民党还要这样干吗？那我警察我就赶快退休就好，因为我退休可以拿90%好赞。但是问题也不是每个警察都可以退呀，所以这个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跟矛盾，因为这个就是不正义啊，这个就是不正义的一个修法啊，所以国民党他要去得罪年轻或者说年轻世代的这个警察吗？如果他们觉得不在乎，反正他们没有年轻票啊，他们巩固老人票。那这个政党真的，对大家可以去评断他这个政党到底值不值得这个被认同跟支持嘛？还有提到刚刚所谓的包括像军人的这个福利的问题，民进党执政这8、9年其实是最照顾军人。过去国民党一直在讲说，哇，这个军人都是支持国民党的，其实现在并不是，因为现在年轻的军官、年轻的志愿役或者包括军人，其实都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第二个是这8、9年来，民进党对于军人还有军人家庭眷属的一个照顾，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还有包括军人的一个福利的一个提升，甚至是包括营区。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军队里面的营区是烂成什么样子？对不对？对，生活环境很差，像给流浪汉住的。对，像给乞丐住的地方。对。可是现在你去看军方的这个营舍营区，全部焕然一新。这个谁做的？这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才做的。所以刚刚在讲，民进党是看得比较远，我们在做一个真的能够让国家可以壮大的一个事情。那国民党就是看眼前，这个近视短利，所谓的他会提很多，你刚刚自己在讲，对，他会提漏统的一个法案，对，他会提这个漏统的这个预算，然后去讨好某一块
他想要讨好的这个群体，好，那但是刚刚提到的，如果老百姓很了解他现在在干什么的时候，其实他也不一定敢继续往下走。还有一条，我也趁这个机会讲，刚刚你提到的，包括像那个前阵子之前通过，所谓的这个，那个叫做什么，稻米的那个公粮，对，公粮收购的这个事情，国民党也很快速把它弄过啊。对。可是现在农民反弹了，现在农民反弹，因为那个反而对大家是不利的，对，所以刚刚在讲的这个国民党如果机关算尽他不断的在提这种漏桶或者说包括这种的这种法案或者是预算的话，其实这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有一天这个回力标也会反扑的。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是最新的媒体的民调啦，就是说政党的支持度，民进党就是一直都维持在第1名。但是另外一个美丽岛电子报就是说，总统的支持度，你刚刚有特别提到，满意度50%以上，就总统跟党中间有一大段的落差。过去在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落差，对，也是这个很正常。对，可是这样子的状态就会导致说，选总统会赢，可是县市长选举会输，所以民进党在2022年就输掉了。倒不是这样子看因为政党的一个支持度从来没有过那个50%的啦。那如果你去看，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包括国民党，以前没有再过50%的啦。可是跟总统之间的差距很大，这个很正常啊。而且更何况你刚刚一直提到说，理性的公民看得出来，但是没有啊，国民党很高呢，国民党超高的33呢。那个其实都是基本盘啊。那个其实你看到的这个数字基本上都是基本盘。那你不要忘记这个所谓的政党的支持度里面，其实除了3大党之外，其实还有一块是中间选民，他没有政党倾向的。所以这个跟总统的一个满意度，它一定有一段落差，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因为总统的那个满意度，他会跨党派，他也会跨中间选民。所以你们不会担心说，过去这种在地方型的选举上面，民进党执政党会比较不讨好。不是，你看这个是政党支持，这个跟县市长选举的得票其实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说像我过去在这个选基隆市长的时候，不管是第1次当选还是第2次连任，我都是过半啊。但是民进党在基隆的政党的支持度比这个还低啊。所以这个政党支持度跟县市长选举，它不完全画上等号。好吧，跳过。来看第3大党民众党，最近也是纷纷扰扰不断。那他们现在在1月11号的时候要决定上街，然后他们的主诉求呢，就是叫王义川出来定勾机。开玩笑，1月11定勾机。好，那他们认为这都是绿色威权，认为是政治办案。比较特别的是，朱立伦也力挺，所以是蓝白要一起针对绿色威权这件事情上街头。那对于民进党来说，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吊诡的事情。说实在有点难理解，也很难想象他们2个为什么会是这一题，然后结合在一起。因为柯文哲的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司法在进行当中。不过当初举报或者说去检举的，其实是国民党的议员啊。对。然后第2个是，这个也很奇怪。那朱立伦好像就挺林之妙嘛，好像挺林之妙。那国民党还有一堆以前都是贪腐洗钱的，对，一堆啊。自备。对，一堆。那表示朱立伦这些人他都不挺哦，那表示朱立伦都觉得这些人就是是应该的，是应该的啊，他只是挺林之妙，这也很怪，不公平。对，要挺就这个他应该要好好说，说清楚，说那个那他挺不挺这个什么李朝清？450年这个厉害，这个是状元。他挺不挺这个高虹安，他挺不挺这个？这个新竹杨文科等等，他只是挺林之妙，这个可能朱立伦应该要跟党主席偏心，他应该要跟国民党内
这个被起诉的这些人，你要好好说清楚、讲明白。不过言归正传了，就是说，因为呢，民众党说看到柯文哲这样子的状况啊，他们其实有入党潮，而且这个最新的数字已经更新了，人家现在是8000人入党。然后再加上这是代理党主席黄国昌的首战，你们会不会担心说，到时候真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个在印象就是这个印象上面就会觉得哇，不满民进党的这个人数非常非常的多，对民进党来说其实是不利的。我想第一个这是民众党的家务事哈，我想我们不方便置评了哈。不过民众党的一个入党的一个方式，可能跟国民党不太一样。对，好，他们可能我印象所及啦，他应该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网络的一个入党，对他们网络对都是网络入党，好，所以他不管是3000、8000，对这个数字，我想就尊重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因为这是民众党的家务事。可是有民进党的立委就是说，这一定会是一场毛毛雨而已。但民众党也很不高兴，民众党说：“我告诉你，会是狂风暴雨。”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有没有约束自己党籍的人？就是何必去讪笑别人？所以搞不好到时候真的很多人，8000人，馆长一绕狼100万人，何必说人家是毛毛雨？就是你们没有做党内的约束吗？这个我想这是个别立委对个别委员他们的一些想法啦。这个我想这个都不予评论。好的，这是柯文哲目前的案子啦。好，另外有一个问题想要，你今天问好问满，对，要问好问满，时间超过也在所不惜。加班，主持人很少在加班的。你当过内政部长，最近有一个议题是。内政部查出有5个里长，他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所以这件事情内政部是有办法可以查的。那可不可以所有的民代都查一遍？我看到这个新闻哈，比较觉得奇怪的是，黄国昌委员在讲说，这个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清算斗争。对。说实在，他这样子的说法，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斟酌。第一个是，如果今天这个里长他真的有中国籍，那他就是违反了中华民国相关的一个法律，他当然就不能当这个里长。这个跟政治清算跟斗争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是觉得，不要什么事情都好像把它很膝盖式的一种反应，就把它说这个是民进党绿营的清算斗争，然后哇，这个是什么绿色威权，然后不问那个是非黑白，然后也不去做理性的一个思考。那我觉得这样子，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啦。可是大家还是应该要就事论事。如果他不对，如果他违法了，那内政部依照相关的一个法律来处理，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内政部依法行政，这个其实也是在守护台湾的国家的体制，也是守护台湾的一个这个民主。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中华人民他是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然后来担任我们公职，我想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没有人会同意。当然，那可是我们这边查得出来吗？我们内政部这边可以从立委，然后这些议员查出来吗？我不是很清楚哈，现在内政部它的一个查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哈？不过他可以去查出有5位的里长有这样子的一个国籍，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支持主管机关他们依法来办。那可是现在就是中国会用这种方式来慢慢的看起来是渗透台湾内部。从八炯跟闽南郎的统战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那边就是招揽台湾的年轻人过去我就给你身份证，我不但给你身份证，我还帮你办贷款，给你房子买车子。对。那这种方式其实。坦白说，还蛮吸引人的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大家要小心哦。过去国民党在中国怎么失败的？其实大家可以去翻翻历史，就是分化跟渗透。
好，他给你甜头，或者包括几十年前所谓的产业的西进，好，那它就是养套杀嘛，对，那我们的民众如果贪图这个小利，然后这个去申请的相关的这个身份证，它其实会衍生其他很严重的问题，好，比如说你在国外，或者说你在别的地方，你可能就被引渡或者被抓回去，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哦，真的啊？你就是说，因为你是他的国民了。哦，那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只能呼吁说要提防，要小心，不要去做这种事。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防治，或者是说我们清查台湾到底有多少人拿中国身份证。这个可能要再进一步了解哈，因为其实它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哈，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跟中国的这个户政系统去交叉比对或者去对接嘛。不过现在看起来内政部也许它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去做这个。不过你刚刚在提到了那个，因为所谓的这个网红，他有提到10万、20万。对啊，好可怕。那到底是多少？我个人我不是很清楚。好，不过至少现在有5个。那有5个查出来的话，那就依法赶快来办。而且因为他们是做这个明代基层。现在看起来比较这最近这几天媒体也有报道，比如说像犯罪，他是在台湾犯了罪，然后跑到中国去，对不对？然后他当那个中间人，好，那隐匿他的一个身份嘛，对，好，因为他是被台湾通缉的通缉犯，林金城对，被通缉的嘛，对不对？然后他这个透过他在台湾的一些人脉或者关系等等，来引诱。不晓得的，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诈骗的，你知道吗？诈骗行为，骗你去申请中国的一个身份证，对，那这个真的是会影响到大家的权益，还有甚至是包括人身的一个安全。对，人身安全其实是最应该要担心的。好啦，时间差不多到，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哦，不要跑。你最近比较常跑新北，都传说你可能要选新北。我全台湾都跑啊。但新北密度稍高，是不是？新北离台北很近，比较近。我台北也很多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你会投入新北党内初选吗？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刚刚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还有包括在国会里面的这些问题。对民进党来说，现在真的不是去谈选举的好时间点。可是明年就要选嘞。明年其实是明年年底，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把现在国会的乱象，还有你刚刚在提到宪政上这么多的一个问题，应该好好的去解决它，而不是现在民进党去谈选举，我相信会让支持者其实会失望的。国会已经乱了呢，你个一天到晚他们要选选举，可是有一天到晚在选这个在搞选举，但是有一些县市的跑得蛮勤的，看起来就是已经在动作了。我想当然包括支持者，或者是说包括这个部分有意愿的我们的党公职我想那个个人的部分我想我们尊重，但是从整个民进党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应刚刚在讲的，现在在国家所碰到最危急、最需要赶快去解决的宪政的这个问题还有包括在国会里面的这个争端。这个从政党的角度来讲，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也是现在最关心的一个课题。好啦，坚不肯漏口风哈，但是你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动作的话，都逃不过主持人的法眼。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右昌来到现场。好，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一起关心我们刚刚在提到的这些课题。这些台湾的民主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对，这真的都是大事情。是好，谢谢，非常谢谢你的收看，下次见，拜拜。拜拜。